吧？不稀是吧？这种你卖多少钱？这种你卖什么办？你多少钱收的？捡的是吧？给你50块钱行吗？我不干。哎，你刹住车。还真是，都是你捡的呀？哎，还不能。你这太沉，我这一对给你100，要吗？我喜欢这种东西。行，那我拿着。挺好的，都是。你甭，那玩意我看您也不容易。行了，谢谢。我知道有时候您那个什么，这100是我给您的。哦，可别了。哦，可别了。拿着买点东西。可不了。拿着买点东西，不是您就太实了。哎呦，谢谢。你捡这个也有时候也买不到。谢谢。那您慢点哈。好了，再见。哎。慢点哈。好，谢谢。谢谢您。这东西还真不错啊。有时候啊也是没办法，遇到一些老人可能不是很懂，你给他多了，他未必要，可能能把人吓着。有时候有一些喜欢这个东西嘛，因为毕竟我是从一线出来的，有时候问叨叨的，收不到一些东西，甚至说不当好啊。其实我们不懂艺术品，甚至文物都是从民间出来的。这一个包浆啊太厚了啊，如果说这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呢，就当是帮大妈了，因为也不容易。如果说呢这个东西清理出来很精美呢，那就当咱捡个漏。我先不说怎么着，我回去刷洗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咱走。那么经过一个下午的专业清理终于清理干净，我们共同见证这震撼的时刻。一件老的银器到底有多美？银器除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辟邪、保健乃至于试毒之外，它其实真正的美在于静而不宣，宝光内里，有繁缛坚韧的工匠精神传在其中。中国的艺术品都是有功必有义，有义必吉祥。4个蝙蝠中间团寿密密麻麻的鱼字纹，寓意福寿延绵，多子多福。边上有这种传统的3角几何形的车带纹，中间的一条旋纹。老的银器之美没有金器那么富丽，它给人的感觉就是肃穆、纯净、简洁之美。银在古代都是贵族使用老的银器经过时光的荏苒，火气褪尽，留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历史的厚重感，给我们深深的文化上的震撼和一种视觉。万万没想到，小哥文化小馆第1位客人竟是白老师。对了，这不能叫小哥了，这要收藏大哥啊！简单的还没知道。玉剑神材，陶瓷类最受欢迎的料。哎呀，这百宝片。非常是专业。是啊，这东西不错呀。其实上网在外找还可以。专家就是专家。对，它也挺有像嘛。是我有一件跟他类似。银器它一对儿的。一对儿。不错。
这对划来的不错，真心不错。成龙的吗？对对对，是母亲过寿吗？对对对对。哎呀，像我是我们家。厉害。这是雍正方用轩，这种盘子现在你说清代到20-30万。这个好啊，这是官窑。这个现在这一模挺，这才叫真斗彩。那天拿大醋子那个，对。啊，你们现在这个钧窑现在咋样？你想找个全品好的太难了，可贵了，有挂红的。你看我这有金元石啊，因为挂这个红，这个价格就少。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陈氏九中天。对，跟咱那个黄玉那个时期的，像这种字体。万万没想到的是今天白海波白老师能够莅临我的文化小馆，非常荣幸我没有想到我的第一位客人就是这个咖位的。您作为国内著名的艺术品鉴定专家，华山论剑、华玉之门玉器鉴定专家，那么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呢，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替广大朋友问一下这个问题一针见血。什么呢？就是说如何能成为玉器鉴定高手？每个专家和每个专家的成长之路不同那么呢殊途同归，都想成为鉴定高手。希望您咱们集思广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我结合我的个人的成长第一呢，就是多看馆藏，多看标本实物，但是前提你要知道馆藏你该看什么，你要注意的哪些的点。如果你仅仅是对着它看，我相信你看30年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进入到那个体系当中。如何进入呢？就是说我们要通过馆藏这个器物，我们要捕捉到它很多的这个鉴定点、鉴定信息出来。第二个呢，就是看这个所谓的多看标本，多看真品，你也得多看仿品，尤其是现在的仿制工艺，你要通过强化认知现在有这个表面上有没有什么新的工艺信息在里面，哪个点仿得好，哪个点仿得不好，你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去对比，你才能够提高自己的这种鉴定能力。第三呢，就是最好的老师是手里的标本。如果你永远不下水，就是如果你想练游泳，你请孙杨来奥运冠军来给你当教练，你永远不下水，你也学不会。理论认知你需要去体验理论认知，验证理论认知，实践。对，这个过程是你逃不过去的。我身边在鉴定的过程当中，理论知识甚至比我都丰富，我都说不过他。但是他这种理论没有这种实践的经验作为辅佐，空中楼阁。感谢白老师，以后咱们再来互相交流学习互相学习以后到济南您来找我。好，很高兴，很高兴。这是假的，这个可预算高了哈，这是大几万的东西，好几层楼都拿不了，我也拿不了，大几万的东西。就跟这一个，看吧，刚才咱看那个盘，对不对？其实是这种的，里边有一狮子，那狮子的级别跟它不符，狮子是副手的，对。这釉下五彩这个多少钱？这个卖1200。这个比较稀有，对，比较特殊，这是李陵瓷中的釉下五彩咱们所有的彩绘呢都是釉上的你看嘛，这都是釉上的，你这都是釉上的。那么这一个呢是釉下彩，湖南李陵独创的这个大约在民国左右。这什么价？1200。这1000能拿到吗？1150。
有点高啊，很多人对这个没有认知。其实这东西，这东西这个好，东西真是。你看我这哈，但很多人，最我跟您说，您放这，如果我不拿，没人敢认。我不说这个，真没人敢认。他会选择其他的，绝对不会选择他，因为都不敢认。说明他不会懂。所以说我懂的，你就给我价格好。就我给您开的价，这个价您绝对有利润，有1000行的，我就拿着，给1100行。1000开张，你看我都买一堆了。行吧，是吧？好。哎呀，今天和你合作。他们没人敢认知的时候，你摆那没用。货运有缘人，保佑有缘人。是。你不是设计，你看，这是你方向，20个方向，不会的，跟你说完。都是看我这啊。我看一下这个货。这个。对。其实这种的就是属于现代的工艺品啊，买着玩的话价格也不高，但是呢都是贴画的啊，不单纯这一类的，就是很多类的，像这种都是贴画。其实有时候逛天就是这样，真真假假啊，有的时候买的便宜，有的时候买的贵啊，所以说呢我们在寻找古董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定的知识啊。好，谢谢你啊。将心所属基本上在地摊上都看到的。现在新工艺，那么地摊呢，已然成为了我们群众茶余饭后喜闻乐见的一种传统文化休闲活动，所以地摊也代表了一个城市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一种延续。因为我们最早的贸易形式就是以集市和地摊开始。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最后关注，给我点赞。到破茧。慢着点啊！你是有古董啊？是有什么呀？你拿出来我看看吧。好的，好的。啊。这玩意儿还这么样？这玩意儿。我看看。这样子看。这什么东西啊？那我打开了。啊，这打开啥的？打开一吃就行。哎呦好。这玩意儿。哎呦。哎呦。这玩意儿值钱。这你从哪里弄的这啊？大运呀！啊？我种的块地。啊？从地里刨出来啊？哎，是的，抓是记住抓出来的。但这个东西，不老啊，这不真呀，这不是金的卡。我不懂这不是。注意，不是金的。行。真不是金的。这能就不是。啊？有。是金的，就是说50万我都能给你，我给你蹭一下行吗？你别是啊！你啥时候的你看，这里边都不是黄的了。这玩意是真的，白的什么？这不是真的，真的我不就要了吗？这玩意是假的吗？假的。哎呀，你真是。要不要？我没法要啊，说。给多少啥
多少钱？你看呗，但是这个是假的，我没法拿。我玩就不是值钱了啊，就不值钱了，不值钱，它就是个合金的现代的东西。你看我这啥的，你看还不一，就你自己一个人过？哎。夜半风雨声，你看我这，你看，谁在立秋之后雪藏来叩门？这样啊，不是，您拿着，您拿着，不是，这个就当什么，就当给您买点东西。这个东西我也不能拿，买，因为它不真，我没法买。这个我就是给你的，我不能要，我也不会坑你，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啊。我收到别的再说。你不用说，你也不用出来了，你身体不方便，你把钱好好放好啊。别出来了，我送你，我扶着你，我。虽然最终都还前路漫漫雨纷纷，谁在痴痴等？忍气心头千般恨，不做负心人。我跟你说这个情况，你是不是想要他那个元宝啊？他那是假的呀，假的这个头今年被人家骗了，他的身体好好的时候，他上坡跑地壳，一个外地人过来，外地人过来从他地弄出来个元宝，说没有路费了，回来他得取这个元宝，让他拿点路费，他说好了还好多么好鉴定的，别人鉴定过，这个他很实在，听别人话的，把他家里有点钱还从亲戚朋友那借了点，从那以后一直没回来，不长时间就闹血栓了，人倒很好，还很可怜。收藏啊，收的是人情，藏的是故事啊，学习的是历史，欣赏的是文化。所以说啊，在收藏的路上啊，我们能遇到好多的事情，可能是人生当中一段非常值得回忆的事情。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路漫漫雨纷纷，谁在痴痴等？忍气心头千般恨，不做负心人。我找的这件东西，大家要是买回去以后啊，发现自己手里有这类似的，估计你们脊梁上都得冒冷汗。这多少钱？200。想要啥的？多一分不给。200。因为这个。260啊。多一分不给。他绝对给我啊！行吗？别走了。怎么样？拿着吧。我看那股份就给你哈。这个双喜块，那个块，那个块多少钱？多少钱呢？你就告诉他200多一分不拿。啊，那媳妇那个，我给照过去，给他80元。这个多少钱？他给200，啊，少600不卖人了，他就给200挺钱的。那就算了吧。1、2、3，他还得叫我。亲人，哎呀，这压手了。我手机给你转账哈。过去了是吧？我拿着了啊。这个回去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知道他一定会卖给我啊？这里边是有事儿的，这个了不得。说完了，晚会儿跟大家讲。大家注意听了哈，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堂课，
寓教于乐的一堂课。那么这个就是我刚刚在地摊上买的一个吸子罐啊。如果大家也同样跟我一样在地摊上花180、100-200块钱买到一个这么漂亮的吸子罐的话等我讲完，可能很多人说，哎呦，小哥又捡漏了，200块钱买这么漂亮的一个吸子罐，但是可能大家有所不知这是新的。那么下面我就教大家判断这个东西的辛劳今天看完就能学会，仔细听我讲第一，咱从口开始讲起吧。这个脏过于均匀没有过度摸上去和看上去都有点湿，非常的粗糙摸起来那么这就是一种做旧的表现。那么表面呢它又进行了湿光处理，你看上去不那么刺眼，好像是一种宝光，对不对？所以很难鉴别。但是大家要注意，这2点可能暂时这种做旧的感觉呢就不容易说去看出来。那么有一个重要的一点一招制敌的我教大家去学习。大家记得小的时候有一种往胳膊上贴的一种东西嘛，一种贴画，弄点唾沫粘到胳膊上，然后再把它撕下来就粘到胳膊上了。我们会发现呢，接下来以后很多都贴不全，这应该是70后、80后的一代的记忆了吧。那么这个东西同样是，这不是手绘的呀，这都是贴上去的。他呢先拿一种贴纸贴上去，然后再撕下来，再上釉以后上窑里去烧都是电窑和气窑，所以呢非常快贴上撕下来。为了什么呢？为了省人工。您看嘛，这些地方都没有印清楚，发现了吗？没有印清楚，印的比较淡，这是其中一个特点嘛。其二，看见了吗？这个地方都出现了断层当时就是贴的时候没贴好。因为我们手工画的话，它不会说贴着这再去画的，你会发现从上面找出很多，看吗？这都没贴好的地方都断了。因为手绘的话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断点的你看吧，它连上边的这种腰斑都给做上了，非常的逼真总体呢给人感觉特别的死板。再一个呢，它没有笔触，笔触是什么？就是我们画的时候的笔触再一个呢，这个胎体也不是拉胚的。为什么说不是拉胚的呢？大家看一下，它这种胎叫灌浆胎。灌浆胎好出现这一种现象，看见了吗？打皱的现象。因为它是有一个模具把这个泥浆子灌进去了，它不是手工拉胚的，所以整个这一个就是一个现代的仿品。那么咱们对比一下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老的一对比大家就看出来了，它不是宝光了，它有点污浊的那种光。这一个呢是宝光加上内敛，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咱们再看一下这就叫笔触，看见了吗？因为人们是拿手去画的，一笔一笔去画的，那画起来的时候，它这个笔深浅就不一样，就会有过渡，有笔触，你看见了吗？您能看出手画的这种感觉来吗？你再看这一个，是不是没有手绘的感觉吧？我经常讲我说鉴定一定要从实物出发。如果我们没有实物，只看书，无异于这个按图索骥那你这个跟书上说的，那你怎么去区分呀？是不是？有很多人说张老师小哥，我经常上博物馆，经常看书，为什么现在经常买到假货呢？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好比我们晚上爱刷抖音刷美女，是不是一晚上刷100-200个美女，第二天早晨一睁眼，你能记住其中任何一个美女吗？记不住是不是但是其中一个美女，如果你跟她处过男女朋友，我相信这辈子都忘不了，你拥有过，你才能够真正的理解。那么我手里有一件实物，我曾经拥有过是我的东西，我就特别珍惜，那么我就记住了，对不对呀？这是说看博物馆或者看什么学不到的原因吗？还有就是说我经常我看到一本名著一个大师写的，没有错呀，咱看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有一点大家有没有想过呀？写这个书的人，写鉴赏书籍的人，他是通过自己的思维去理解的，所以说呢，他表达的也是自己对于古董鉴赏的理解。可是呢，100个人有100种想法。我们在看他的书的时候，如果没有实物，单凭去想象的话，那你这个100个人100个想法，我们不可能跟他的思想正好重合。但是手里如果有一件实物的话，你再照着他的书去看的话，原来是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学得到。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学习鉴赏的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件真正到代的实物。那如果说这个东西你不理解，你买了一个假的回去看着书我看着都对呀有可能玩了一辈子都是个假的，因为没人点你没买到真品。大家说是这个事儿吧？那么我们把这2个再充分的对比一下
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脏啊非常的自然，是有过渡的啊，你摸上去也不这么扎手。而这一个就明显的，你看这个脏，这两种脏我一对比，你能看出来，觉得这个舒服，这个不舒服。但是说如果单纯看这一个，我们就不知道哪种脏为证据，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对比。再一个，你看这个底哈，这完全是修出来的底，看见了吗？非常的硬朗啊，修足嘛，咱说经常说修足，拿竹篾啊一点一点修出来的。而这一个几乎就没有修足啊，这是模具扣出来的，可能当时拿东西稍微一刮。再一个，你看它这个胎质非常的疏松啊，脏灸也不自然啊，这个脏灸非常自然。所以说不管什么都得有对比，如果没有对比的话，我们很难去学会鉴赏。有很多人可能学了好几年都没有进步，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一件倒带真正的东西去参考啊。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切入点的话，那是不好学习的。你比如说我到博物馆了，哎，我一看，哎，这不是我那个嘉庆的洗子罐吗？哦，乾隆的是这样，嘉庆的是这样，那我们就很容易去学习了。所以学习东西一定要有一个真正倒带的东西哈，老的东西作为切入点，我们才能慢慢的去学习。我自己掏钱，让大家明白了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啊。真呀，真东西与脏与新都没有关系啊。你看，它哪怕很脏，它不一定是老的。它哪怕很新，我们把这些东西都给洗去，看着很新，它也不一定是新的啊。就说我们去判断一个东西啊，一定不要根据它的脏和旧去判断。这是人们固有的一个心理啊，因为我们真的假的都没见过，我们凭脑子去凭空想象。那么咱们来说，你不打眼谁打眼？那这个东西都是人为做的哦，我看着挺脏挺旧的，这应该是老的吧？不是老的。那么我看着这一个，哎呦，还挺新似的。有些人干净嘛，都刷得干干净净的。那你能说这个东西200多年了哦，我刷得干干净净，它就是新的吗？所以说，鉴定一件东西的新老，绝对不以干净和肮脏的程度啊去判断，就是说不以脏和干净为标准啊，要以时代特征为标准。你看这个青花的层次啊，您都能看出说当时那个涂抹的痕迹来，对不对？你看这个有吗？几乎就非常的淡啊，非常的淡。可能也涂抹了一点，但是跟这个来说，它这个青花层次变化太不明显了。再一个，你看这都化工的青花了啊，完全不一样，没有笔触，对不对？这一节课有点长哈，完全都能听完了，我相信能长好多知识。这个社会啊，需要沉静的心，如果你的心很浮躁的话，也听不完。世上无难事啊，只怕有心人。我们在接受啊看似枯燥的同时，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传播。当我们完全理解了以后，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我给大家大体讲一下洗子罐的由来。据说洗子罐是洗字这2个字是王安石发明的送来。那么上边呢咱说一下纹饰吧这种纹饰回形纹其实它是由那龙纹拐的龙转变而来的你看嘛，这回子似的连起来那么下边呢叫缠枝莲。到嘉庆时候呢，你看嘛，缠枝莲带钩子，都跟钩子一样锋利，非常有力度，那么又叫钩子莲。这个喜字也是在嘉庆时候出现的。嘉庆之前乾隆都没有喜字，只有缠枝莲。所以说理论上缠枝莲要比喜字要早一些，这种双喜那么带不带喜字呢，都是那时候非常美好的寓意。缠枝莲呀，就代表荷花嘛，和美美之意又有缠枝，你看延绵不断它就代表什么呢？福寿延绵不断，然后这个香火延绵不断和美美一生一世这个意思喜事连绵都有这个寓意。那么这一个呢，就是那时候儿娶女嫁呀，家里放一堆和美美放糖果放茶叶或者放一些当做容器去用吧。那么这是它的来历这些都是纯手绘的呀。我讲一下制作过程那个时候都是纯手工的。你想想，现在距今200年左右了，嘉庆1796年1736到1796 60年是乾隆在位，咱就说从1796年往后就是嘉庆了嘛，200年左右的历史了。这个东西制作呢，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从山上去取高岭土我们的那个先辈用大箩筐去筛，再用密箩筐、细箩筐，最后呢再用特别更细的那种布包裹起来，在水里淘成极为细腻的细沙。你看它其实它磨损处你能看出来特别细致因为这个细沙再去淘得干干净净的弄成一个一个的泥饼或者泥块，放到那稍微阴干阴晾着会有一定的软度。
然后呢以待制胚。这个时候呢，哎，就有这种陶车，那时候有陶车了，就是转的那种，哎，用手去拉胚。拉胚啊，就是它不是转起来了吗？啊，现在制陶的也是延续这个技术，但是手是伸不进去的，你知道吗？所以说呢，这两块得分开做，先做底部啊，陶车在那转，我用手捏着拉出这么一块来，上边再拉出一块来，然后呢两个再接起来拼成一个。那么呢，再有人专门的修口、修底，完全弄成形状了。专业的画师他分工不同啊，就抱着这个罐子画。你说画的密密麻麻的，让我们现代人谁去画呀？啊，且得画一阵子了啊，这一天画不了几个。所以说呢，熟练的可能能画啊，画的比较流畅，画的快。那小工的话，你一天都画不一个。你想想这个手工厉害了吧？这也是他贴画的原因之一。因为现代人，哎呀，不想去画了，太累了，成本都不够。然后呢，弄完了以后呢，哎，再有人呀去施釉。你想想，如果万一画错了这个喜子，那就废了，是不是啊？再重新再弄施釉啊，上边罩上一层釉，透明的釉啊。则黄道吉日哈，那个日子一定是好的哈。祭天理地，祭尧神，拜火神。哎，有专门的人呀，再把它放到匣钵里啊。这个东西不是直接放到那勺的，把它罩到里面，放到窑里面去哈。放到窑里面去以后呢，有专门的人啊去烧火，有专门的人看火焰呀，看火焰那个温度啊，保持在1300度左右啊。你上下温度差的不能太多，如果烧的温度太低啊，就烧不出来啊。如果烧的温度太高呢，青花都能烧飞了，烧没了，这罐子都能烧裂了。你想想那时候烧着这一炉东西简直是太难了。而且那个匣钵放到窑里哈，那个窑里是个密闭的地方，放的地方不一样，由于温度不一样，它青花呈现的发色都不一样。这就说为什么挑一堆发色一模一样的青花很难了。而且器型啊都纯手工的，所以说你买到一件老的东西，就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件东西，它就属于奢侈品，纯手工打造的奢侈品啊，就跟马未都马老说的似的，你现在背个 LV 包，背个什么爱马仕啊，你就觉着好，我这是奢侈品，其实那都是批量化生产的，这才是我们真正老祖宗的奢侈品啊。目前来说的话啊，你想想烧几天几夜啊，烧完了以后呢啊，再择黄道吉日，祭天理地，祭尧神，拜火神，开窑，然后把匣钵打开，百里难成其一二啊。我这说的都特别简单，其实实际比这个要复杂太多了。我这样一讲，可能大家就理解了。跟小哥讲知识，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艺术品得到全球人的信任和认可？因为我们中华文明5000年是唯一一个没有断代的国家。咱们经常说4大文明古国：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中国。只有中国前面没有加古，因为是我们上下5000年文化没有断档的原因。很多人说上下5000年，那不是10000年吗？不是，这个上下5000年我也普及一下，它指的公元前、公元后2000多年，这样加起来是5000年，大家明白吧？所以说呢，你像我说的4大文明古国前面都加古，因为古巴比伦呀，就现在伊拉克附近早就没有了，古印度也不是那个印度了啊，疆土都不一样了。啊，古埃及也早就没有了，现在的埃及也不是原来的埃及了，只有我们中国5000年文化没有断档，我们的中国还是5000年原来的那个中国，你说厉害吗？所以说只有文化才能让民族继续强大延续下去，这就是我们中华文化或者说中华文明的魅力之处。我刚才讲工艺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啊？这个东西多么来之的不易啊，多么来之不易。我们现在哪有人说再去说这么用心的去做了？啊，我们现代人是越来越懒。我们现代人喜欢明清，明清人喜欢宋元，宋元人喜欢战汉，啊，宋代人喜欢战汉，战汉人喜欢商周。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人们都是纯手工用心去打造的，而我们现在的人呢是越来越懒，都机械化了，所以呢，人文的东西就少了，匠气就少了，匠人精神就少了，这也是我们喜欢古董的原因之一。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给我点赞。我们下期节目